欢迎各位来到舒肤机械讲课室，我是摩羯座的皮肤科医师，肌肤监测的宋凤医师。这个月我们花了很重本去弄了一台重机，就是要跟各位谈大家注意的，在网络论坛上常常出现的一些很重要的话题，像 Dcard、PTT 上面的话题。好，欢迎大家回到那个舒肤机械频道。基本上要跟各位讲的是，我自己身为男生都觉得很难度很高的一个题目，就是，到底什么是化妆品？你知道，身为医师，我们对中华民国的化妆品管理条例当然有了解。那男医师嘛，我从来不化妆，就会觉得化妆品管理条例这样。可是 actually， 身为皮肤科医师来说，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其实分成两段，一个是彩妆品，一个是保养品，你懂吗？如果你真的头脑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保养品的目的是为了保养，所以保养品我们希望它渗进去；化妆品的目的、彩妆品的目的是为了上色，所以我们希望它不渗进去。那你又要它渗进去，又要它不渗进去，所以中间就会发明一个东西把它隔开。如果你对那个保养品的命名有理解的话，上次在 Dcard 还有人在质疑我说那个隔离霜在隔离什么？隔离霜你去看最原始20年前它的定义，就隔离霜刚刚被发明出来，它就是隔离彩妆、隔离脏空气啊。可是隔离脏空气就很蠢啊，因为你擦个猪油它就隔离了嘛。所以其实任何霜都可以隔离脏空气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意义 nonsense 的宣称啊。可是隔离彩妆就有意思了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它为什么要隔离彩妆？显然连彩妆界自己都觉得彩妆不安全，对吧？如果不觉得彩妆不安全，它干嘛要隔离呢？第二个，它显然是某个屏障，把彩妆跟保养品，就是要渗进去的跟不渗进去的中间做一个区隔。所以基本上隔离霜在皮肤科医学界来说，我们认为它是彩妆的开始，它属于彩妆品。说到卸妆哈，那你就必须先了解妆。我们先不谈人类，我们来谈房子啊。房子基本上就是两种油漆嘛，一种水性漆，一种油性漆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知道水性漆就很容易的会脱落嘛，那油漆可以撑比较久。脸上的彩妆，如果各位记得那个新娘子常常讲说我要去做个脸，要不然我会脱妆。为什么她要做个脸脱妆？就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彩妆都是油性漆，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油水膜，它才能附着。因此，在结婚之前，你要先去做个脸，让脸上的油水重建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，就是重建以后，你才有办法让妆上去。这就回到说，告诉你，大部分的彩妆都是油性漆。那既然要清掉油性漆，你当然要用卸妆油，不是用卸妆水。那问题是很多人会觉得卸妆油太油，然后他说，那我们来用卸妆水嘛。我跟各位讲，根据小人在下医师我小小的经验。这事实上其实我没看过卸妆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宣称卸妆水看起来轻轻的，其实你把它倒在手上，用水和一和，它会乳化，那就表示它其实是卸妆油加某些乳化剂形成的东西，就看起来是水，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卸妆油。其实从逻辑上你去想就很容易理解，水是不能溶油的，所以如果你要用卸妆水去清洁彩妆，那你不如直接用那个自来水洗脸就好了嘛。你看你是自来水都洗不掉彩妆，你至少要加个肥皂，对不对？所以基本上，我觉得卸妆水是个假议题，卸妆油才是个真的道理。讲到卸妆油，基本上这样，大家一听到油就觉得一个头两个大。其实你看卸妆水跟卸妆油中间，它其实是一个光谱啦，它不是100%跟0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它其实有稍微乳化剂少一点的，乳化剂多一点，那乳化剂多一点就偏水，乳化剂少一点就偏油这样。所以其实卸妆油你可以想象它有纯油，有一点乳化剂的。那有一点乳化剂多一点，最后就偏向看起来像水状。对我来说，它们全部都是卸妆油，就是这世上没有真的卸妆水。那既然这样，你要怎么去挑卸妆油呢？理论上，纯油一定比乳化剂安全，因为现在大家对敏感肌来说，就自性皮肤炎其实很多是乳化剂造成。可是这是理论，好吗？因为你要知道，纯油的卸妆效果一定没有乳化剂来得好。就是你要溶掉一个彩妆这个东西，你最好有点肥皂之类的乳化剂嘛，对吧？所以纯油的效果一定没有乳化剂好，因此市面上你要买到纯的卸妆油，恐怕难度很高。那无所谓，因为你还是要就兼顾安全，你还是要兼顾效果。所以怎么挑安全的卸妆油，我给各位的讲法其实一样的，因为肌肤监测嘛，每次都要看证据，就是说你就买一个偏油的卸妆油，然后洗完以后你就洗之前拍个照，洗之后拍个照。如果你洗完以后皮肤没有问题，显微纹路都没有变化，就 OK 这样。那如果有变化，你就换一排嘛。那对我来说，纯油的缺点是它比较难卸的。可是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要不然你用纯油，然后之后再稍微用点那个清洁乳把它洗掉，也就是。
经过这么认真的肌肤监测的讲解，你看到那个骑摩托车要戴安全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做任何的皮肤保养，当然要肌肤监测，这是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我们花了这么多精神租一辆重机，你拜托也点赞、订阅跟分享一下，要不然我们要走了。好，那不说了，走了。